为了给女友送玫瑰花，男孩假扮成外卖员闯入教室。可当他走进去，这才发现里面竟然清一色全部都是女生，这让千牛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就在他准备从后门逃跑时，耳边突然响起悦耳的钢琴声。随后，两人一起穿上高中校服，假装高中生第一次来到舞厅。在舞池中央，他们纵情狂欢，而结果也自然不出意外，明熙再次喝得不省人事。这次千牛没有再带他去小旅馆，而是把他直接送回了家。明熙父亲仍然没有改变对千牛的看法，他问千牛未来有什么职业规划，这让千牛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于是明熙父亲下达了逐客令。 从那天起，千牛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明熙。他明白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就当他准备开启一段新的恋情时，这天明熙突然给他打来电话，让他半小时内必须赶到咖啡馆。原来在父母的安排下，明熙正在跟一个男人相亲。看到这一幕，千牛的眼中闪过一丝忧伤，但他还是礼貌地和男人打了招呼。期间，明熙借故去了趟洗手间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千牛的失落。可当他再度回来时，却发现千牛已经提前离开了。男人说，千牛临走前特意叮嘱了他10条相处原则。첫 번째. 여자다운 거 요구하지 말아라. 두 번째, 술은 절대로 3잔 이상 먹이면 안 되고요. 아무나 패거든요. 그 카페 가면 콜라나 주스 마시지 말고 커피 드세요. 가끔 때리면 안 아파도 아픈 척하거나 아파도 안 아픈 척하는 걸 좋아해요. 만난 지 100일 되면 강의실 찾아가서 장미꽃 한 송이 내밀어 보세요. 되게 좋아할 거예요. 그리고 검도하고 스쿼시는 꼭 배우세요. 가끔 유치장 가는 것도 감수할 수 있어야 되고요. 가끔 죽인다고 협박하면 진짜 죽을지도 모른다고 생각하세요. 그래야 편해요. 그리고 가끔 다리가 아프다 그러면 신발도 바꿔주세요. 마지막으로 제 글 쓰는 거 좋아하거든요. 칭찬 많이 해주세요. 此刻，明熙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，他像疯了一样在外面四处寻找，期待那个傻傻的千牛能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。然而，无论他跑到哪里，却一次又一次的和千牛擦肩而过。无助的他最后只能跑到地铁广播站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千牛终于闻讯赶了过来。看着面前哭红了眼睛的明熙，千牛上前一把将他揽入怀中。原本以为温情的画面就此定格，可下一秒，明熙却原形毕露。 누가 껴안으랬어? 바보야. 피했어야지. 夜里，千牛把明熙送到了家门口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久久不肯离开。就在他们的关系准备更进一步时，千牛却意外地按响了门铃。 누구세요?
예, 저예요, 아빠.就这样，两人依依不舍的告别。明熙让牵牛给自己写一封信，信中要表达出牵牛对他的所有情感。之后，两人相约一起去爬山。明熙把牵牛支到对面的山顶，大声喊出了自己一直压在心里的话：“견우야! 견우야! 미안해. 나 정말 어쩔 수가 없나 봐. 견우야! 미안해. 미안해. 나도 어쩔 수 없나 봐. 나 다르다고 생각했는데 나도 어쩔 수 없는 여잔가 봐. 나만큼 울지 않기를. 미안해. 这一刻，明熙终于卸下坚强的伪装，他始终无法忘掉自己的前任，更没有勇气反抗父母的阻挠。两个人来到一棵大松树下，将写给对方的信装进了时间胶囊。他们约定2年后在这里一起打开。如果到时候明熙忘却了伤痛，那么两人就正式开始交往；反之，他们就只能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。牵牛这才明白，原来今天是他们的最后一面。分别时，明熙让牵牛上车先走，牵牛听后只能不舍得离开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提醒对方，一定不要忘记2年后的约定。可当牵牛走进车厢后，他立马就后悔了，他等不了2年的时间，于是鼓足勇气跳下火车。然而命运却总是开着不合时宜的玩笑，同样后悔的明熙竟然在同一时间跳上了车。就这样，两人在阴差阳错之下，只能看着对方的身影渐行渐远。随后在等待的2年时间里，他们彼此成全，互不打扰。为了让明熙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，牵牛每天努力练习壁球和击剑，从头开始学习各种泳姿。闲暇时间，他把他们的故事发到了网上，没想到受到影视公司的青睐，最后还被拍成了电影。牵牛也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编剧作家。2年后，牵牛如约来到松树下，可他等了整整1天，却始终没有看到明熙的身影。于是他挖出了时间胶囊，刚打开盖子，险些被吓晕当场。一只青蛙不知道怎么钻进了胶囊里。短暂平复好心情后，牵牛拆开了明熙写给他的那封信，而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知道明熙为什么迟迟无法抹平失恋的伤痛。原来他与牵牛相遇的那天，正是她男朋友1周年的忌日，他们也是在地铁上相识的。男友对明熙很好，明熙也深深爱着对方。本以为他们会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，却让2个人分割在了2个不同的世界。此后，明熙经常去看望男友的母亲，阿姨一直想给他介绍对象，却都被他拒绝了。而明熙之所以选择和牵牛在一起，是因为在牵牛的身上他看到了男友的影子。但随着和牵牛相处的时间越长，明熙的内心就越不安，他不想再欺骗牵牛的感情，于是只能选择了离开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牵牛一有空就会来到树下，期待能和明熙再次相见，可明熙却始终没有出现。转眼又过去了1年，明熙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他独自一人来到树下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个老人，明熙向他讲述了和牵牛的约定。老人听后坦率地说，自己曾偷偷打开过时间胶囊，也看过里面的那2封信，他被信中男女的感情深深打动。随后他告诉了明熙一个秘密，原来去年这里的松树被闪电击中，劈成了2半。有个年轻人得知后十分着急，于是在今年春天，他又在这里种了一棵一模一样的树。他说，如果这里的树没了，会有人很伤心的。听到此话，明熙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，他眼含热泪读完牵牛写给他的真情告白。回家后立马拨通了牵牛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却始终提示不在服务区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意识到，那个长相憨憨却满眼都是自己的男孩，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。在此后的每一天，明熙会故意站在地铁站台的边缘，他希望那个熟悉的身影能再次出现，用温暖的双手把他拉回到安全区域。然而世界如此之大，想要再见面又谈何容易？或许是命运使然，就在地铁门被关闭的一瞬间，牵牛果真出现在了站台上，但此时列车已经缓缓启动。无论他如何拍打车门，明熙却丝毫没有察觉。就这样，他们再一次错过了彼此。然而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。这天，明熙去见前任男友的母亲，对方希望他能早日走出悲伤，执意要把自己的侄子介绍给他认识。当一个大男孩叫着姑妈走进来时，熟悉的声音让明熙的心瞬间涌动起来。 고모, 여권 사진 찍고 있는데 전화하면 어떡해요? 아유, 이놈의 자식아, 이놈아, 이 미꾸라지 같은 놈아, 이놈아. 이게 몇 년 만이니? 응? 내가 말도 없이 이렇게 불렀어, 견우라고. 그 애하고 많이 닮았지? 너 마음고생할 때 내가 몇 년 전부터 이놈 너한테 한번 소개하려고 그렇게 오라고 했더니 그냥 미꾸라지처럼 유리유리 빠져다니는 통에. 너 부평에 자주 왔었다면서? 그런데도 고모한테 한번 안 들려? 한번 사귀어봐. 이놈이라면 네 마음 편하게 해줄 거라고 생각했거든. 참, 견우 너도 영국에 간다고 그랬지? 얘는 벌써 갔다 왔으니까 물어보면 많은 도움이 될 거야. 이제
나가도 돼요. 왜? 서로 아는 사이니? 못 믿겠지만 나 미래인 만난 것 같아. 바로 너의 미래.缘分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它就像一根红线，将原本陌生的两人牵引在了一起。尽管它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那么一个人是为我们而存在的。无论命运如何安排，他终究会在合适的时候与我们相遇，最终携手走过幸福的余生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